马斯克突然断网，俄军指挥体系瞬间瘫痪，乌克兰新型杀手来了，克里米亚大桥危险，美伊对决，大战一触即发。俄乌战争打到第4个年头，战场上的较量早已不再只是坦克与火炮的对撞，而是一场彻底的信息化战争较量。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再次让这场战争的本质被彻底放大。乌克兰联合 SpaceX 对俄军非法使用的星链系统展开全面封锁。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技术战，正在悄然改变战场格局。此前，一段乌军士兵的采访视频曾引发巨大关注。视频中，这名士兵毫不掩饰地描述现代战场的真实状态。在乌军作战体系中，几乎每辆坦克都配备星链终端设备，单台价格高达 3.5 万格里夫纳。借助星链提供的高速稳定卫星网络 ，Mavic 无人机实时侦察画面可以直接同步到坦克成员的平板与手机，炮手可以根据无人机回传的数据迅速修正弹道，指挥官则通过加密语音系统下达打击指令。整个作战流程几乎实现无缝衔接，从侦察到火力打击，形成高度一体化的作战链条。不仅如此，星链早已成为乌军整个作战体系的神经网络。从装甲部队协同作战，到战壕与前沿指挥所的运作，再到无人机集群控制，几乎都依赖星链提供的高速通信支持。只有在库尔斯克方向，由于信号覆盖相对不足，乌军通信工程兵不得不通过临时网络补强，但这种方式稳定性与效率远远无法替代星链系统。然而，真正震撼战场的并不是乌军对星链的依赖，而是俄军同样高度依赖这一系统。随着战争长期消耗，俄军逐渐通过灰色渠道甚至走私方式获取大量星链终端，并将其广泛部署在前线部队以及无人机作战系统中。部分自杀式无人机甚至直接整合星链模块，使远程操控与打击精度大幅提升。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后方目标一度频繁遭受精确攻击。这一情况最终引发基辅方面的强烈警觉。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部长费多罗夫紧急与 SpaceX 展开协调，要求采取技术手段阻止俄军继续使用星链网络。随后，马斯克公开证实，针对非法终端的封锁措施已经启动，并表示若有进一步需求 ，SpaceX 仍可继续强化限制。此次封锁行动的核心是建立一套严格的白名单认证体系。所有星链终端必须经过乌克兰政府登记与验证，才能获得信号接入许可权。与此同时，系统还加入动态移动速度限制，一旦终端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75公里，连接将自动中断。这一机制直接针对俄军将星链终端安装在高速无人机与导弹平台上的作战方式，使大量俄军远程打击装备瞬间失去数据链支持。封锁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多名乌克兰国防部技术顾问透露，俄军前线通信体系一度陷入严重混乱，跨单位协同作战能力明显下降，无人机远程操控中断，火力引导系统无法同步数据，部分地区原定进攻计划被迫暂停，甚至出现不同部队各自未战的局面。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也罕见承认，星链网络中断可能导致俄军通信能力倒退数年，被迫重新依赖传统无线电、有线网络甚至临时 WiFi 系统。更令俄方尴尬的是，目前俄军并没有成熟可靠的替代方案。虽然俄罗斯国家航天局已经宣布计划建设本国卫星通信网络系统，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战场应用能力。俄国会国防委员会成员甚至公开批评，过度依赖西方技术是战略性错误，并将马斯克视为敌对势力。从更宏观角度来看，这场围绕星链展开的较量，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战争的一项残酷现实：信息链路已经成为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核心。一旦通信系统崩溃，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战斗效能。俄军过去强调火力与装甲优势的传统作战模式，在高度依赖实时数据与无人系统协同的现代战场上，逐渐暴露出结构性短板。不过，这场技术博弈也并非完全一边倒。部分分析人士指出，乌军自身同样存在对星链依赖过高的问题。如果未来出现政治或技术层面的变数，
乌克兰通信体系也可能面临风险。因此，欧洲国家目前正尝试推动独立卫星通信项目，希望为乌克兰提供除美国系统之外的替代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星链事件也再次放大了战争的人力成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期公开表示，目前官方确认阵亡的乌军士兵约为 5.5 万人，但包括失踪人员在内的实际损失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部分西方智库估计，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军总损失可能接近50万至60万人，其中阵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至14万人。与此同时，俄军损失规模同样惊人，多方估算俄军总伤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万，阵亡人数约30万以上。当战争进入如此高消耗阶段，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可能对战局产生放大效应。星链封锁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战争整体走向，却极大削弱了俄军前线作战效率，为乌军争取了宝贵的战术主动权。从更深层意义来看，这场围绕卫星网络展开的较量正在重塑未来战争形态。战场的主导力量正从单纯依赖重型武器体系，转向高度依赖数据链、通信网络与无人系统的综合作战结构。谁能够掌握稳定的信息通道，谁就更可能掌握战场主动权。俄乌战争因此成为全球军事观察者眼中的未来战争实验室。在这里，坦克与导弹依然存在，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是隐藏在轨道之上的卫星信号与看不见的数字网络。而星链所引发的这场技术博弈，或许只是现代战争规则被改写的开端。在俄乌战争逐渐演变为一场持久消耗战与技术竞赛的背景下，乌克兰正在悄然推进一项可能改变黑海战场格局的新型武器计划。近期，乌克兰海军对外公布了一款代号为马里基卡的重型远程无人武器系统。这款装备一经曝光，便迅速引发军事界关注。多方分析认为，它的潜在作战目标很可能直指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关键战略通道——克里米亚大桥。目前，官方公开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但从已披露的数据来看，马里奇卡更像是一种象征性信号，战争正在悄然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低成本、长航程、难以拦截的无人作战系统正在逐渐改变传统战场规则。根据多方军事观察资料显示，马里奇卡的最大作战航程约为1000公里。这意味着，一旦投入实战，它几乎可以覆盖整个黑海北部水域，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周边多个关键军事设施。从地理角度来看，这种作战半径相当于在黑海上空铺开了一张巨大的无形威胁网。与高速导弹不同，马里奇卡的移动速度并不惊人，时速大约只有10公里，甚至接近普通快艇的续航速度。但正是这种缓慢与隐蔽，反而成为它的战术优势。相比高速武器容易被雷达迅速锁定，这类低速无人系统更像是在海面上悄然滑行的潜伏猎手，可以在复杂海况与夜间环境中长时间隐藏行踪。真正让外界震惊的是它的载荷能力。据报道，马里奇卡可搭载约500至800公斤高爆弹头，而升级型号甚至可能携带接近1吨的弹药载荷。这样的爆炸威力已经逼近部分小型巡航导弹甚至战术导弹水平。换句话说，这并不是简单的无人艇，而更像是一枚可以在海面长距离自主航行的移动炸弹平台。军事专家普遍认为，马里奇卡并不属于传统武器分类。它融合了无人机的自主控制能力、巡航导弹的远程打击特性，以及水面攻击平台的隐蔽航行能力，形成一种高度混合化的远程打击系统。这类武器可以在长时间潜伏航行后，突然对大型固定目标发起高破坏性攻击。也正因如此，许多军事观察人士认为，马里基卡最具威胁性的作战场景，可能并不是正面战斗，而是针对港口设施、军舰停泊区、海军基地，甚至跨海桥梁等高价值基础设施实施精准破坏。在现代战争中，这类目标往往象征着一支军队的后勤与机动能力。一旦这些关键节点受到严重破坏，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单次战术打击本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马里奇卡的出现被外界视为乌克兰在远程非对称作战能力上的又一次重要跃升。而在众多潜在打击目标之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毫无疑问是那座横跨刻赤海峡、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克里米亚大桥。从空中俯瞰，这座桥梁如同一道横跨海面的钢铁纽带，全长约19公里，是欧洲最长的跨海桥梁之一。对俄罗斯而言，它不仅是一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更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自2018年正式通车以来，这座桥梁被视为俄罗斯巩固克里米亚控制权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维系当地经济与军事体系运转的关键通道。在军事层面，克里米亚大桥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大量军用装备、燃料物资以及兵力调动都需要通过这条线路完成运输与补给。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座桥逐渐成为俄军南部战区后勤体系中的核心节点。许多军事分析人士甚至将其称为俄罗斯维持克里米亚军事存在的生命线。也正因为如此，这座桥梁早已成为俄乌冲突中最敏感、最具象征意义的战略目标之一。事实上，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曾多次尝试对克里米亚大桥实施打击。过去几次袭击行动曾对桥梁部分结构造成明显损坏，并一度导致交通中断。对于依赖该通道进行物资运输的俄军而言，这种短时间的瘫痪也曾对补给效率造成不小冲击。不过，尽管桥梁多次遭受攻击，俄罗斯始终投入大量工程力量与防御资源，对桥体进行修复加固，并不断强化周边防空系统与海上安全巡逻，使其维持基本运作能力。这种攻击修复再攻击的循环也逐渐成为黑海战场攻防博弈的一个缩影。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摧毁一座跨海大型桥梁远比打击单一军事目标更加困难。现代桥梁通常采用多重结构冗余设计，即使部分桥段遭受严重破坏，整体结构仍可能保持稳定，并通过紧急修复恢复通行功能。因此，如果攻击方希望实现长期瘫痪效果，往往不仅需要更高爆炸威力，还需要更加精准的打击路径，以及多轮次协同攻击能力。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里奇卡的技术特点开始引发外界关注。其大规模载荷能力与远程隐蔽航行特性，使其具备在长时间潜伏后对大型固定目标实施集中破坏的潜力。部分军事观察人士认为，这类武器如果与多平台协同作战结合，可能在未来对类似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战略设施形成新的威胁模式。然而，围绕克里米亚大桥的争夺，从来都不仅仅是一道桥梁的安全问题，更是一场牵动国际政治与战略平衡的复杂博弈。在西方阵营内部，对于该桥是否可能被彻底摧毁，始终存在谨慎态度。原因在于，这座桥梁不仅承担交通与补给功能，更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对于俄罗斯而言，它既是战略命脉，也是国家意志的象征。如果桥梁被完全摧毁，莫斯科极有可能将其视为冲突升级的重要信号。一些战略分析人士担忧，这种象征性打击可能触发俄罗斯更强烈的军事回应，例如扩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空袭规模，增加远程导弹攻击频率，甚至在战略威慑层级上采取更激进姿态。因此，在持续支持乌克兰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部分西方国家在某些关键战略目标问题上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而谨慎的平衡。而在战场现实层面，乌克兰持续对克里米亚及黑海区域实施远程袭扰行动，已经逐渐改变当地军事态势。克里米亚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黑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重要补给与维修中心。随着袭击频率不断增加，俄罗斯不得不在该地区部署更多防空系统，加强海上巡逻力量，并投入大量资源强化防御网络。这种持续性的压力就像不断收紧的战场绳索，迫使俄罗斯在资源配置上做出新的权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整体战场部署能力。与此同时，战争形态本身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军事冲突往往依赖昂贵的战斗机、远程导弹与大型武器系统，但在俄乌战场上，大量低成本无人攻击系统正逐渐成为新的作战主力。
这些无人平台虽然单体破坏力有限，却能够依靠数量优势、隐蔽航行能力以及持续消耗特性，对复杂军事体系形成长期压力。不少军事研究机构甚至将俄乌冲突视为未来无人化战争发展的重要试验场。在这里，战争不再完全由钢铁舰队与高空战机主导，而是逐渐转向由大量智能化、自动化作战系统构成的新型战场生态。另一方面，围绕克里米亚地区的攻防行动也在不断放大信息战与心理战的影响。据多方消息显示，俄罗斯近年来加强对克里米亚地区影像传播的管控，限制居民发布袭击现场画面，防止战损信息迅速扩散。在现代战争中，信息控制与舆论塑造往往与导弹与炮火一样，成为争夺战场主动权的重要工具。事实上，马里基卡并非乌克兰远程无人作战能力的起点。在此之前，乌克兰已经研发并投入使用包括火烈鸟等多款远程打击装备，并多次针对黑海舰队与克里米亚军事设施展开袭击。这些武器逐渐形成一套具有体系化特点的非对称作战网络，使乌克兰能够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形成持续战略牵制。在中东局势持续紧绷之际，一场备受国际关注的关键外交接触正在悄然展开。阿曼当地时间2月6日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率领高级代表团抵达首都马斯喀特，准备与美国代表团就核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这场谈判被外界视为当前中东最敏感、最具风险的外交博弈之一。此次伊朗代表团阵容规格颇高，除阿拉格齐外，还包括外交部政治事务副部长拉万齐、法律与国际事务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多名核心外交官员。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本轮对话将严格聚焦核议题，所有关于导弹计划、地区代理人武装以及安全架构等外界猜测均不会纳入正式谈判范围。然而，谈判桌之外的军事阴影却始终笼罩着整个进程。近期，美军持续在中东地区加强兵力部署，包括战略轰炸机、航母打击群以及远程打击力量陆续向海湾地区集结，明显释放出强烈军事威慑信号。同时，以色列方面也不断提高军事警告等级，多次公开表示，即便没有美国直接参与，也可能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德黑兰此次参与谈判的目标是争取一项公平、双方认可且体面的核问题解决方案。他同时强调，伊朗对过去的经验仍记忆犹新，其中包括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冲击，以及近年来伊朗多次遭受军事与情报打击事件。伊方认为，任何新的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国家安全与核能发展权利不再受到破坏。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虽然维持外交姿态，但立场依旧强硬。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政府目前仍将外交谈判视为首选方案，但强调最终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能力。他公开指出，美国要求伊朗实现零核能力，并警告若谈判失败，美国总统仍保留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其他选项。这种表态再次凸显双方核心分歧。美国坚持全面限制伊朗有浓缩活动，而伊朗则强调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其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不可被剥夺。正是这一根本矛盾，使双方多年谈判始终难以突破。除了美伊之间的直接博弈，以色列因素也在不断升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近日在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已经为可能对伊朗实施极其严厉的打击做好准备。他甚至强调，目前以军针对伊朗的作战准备水平将远超去年6月的军事行动规模。纳坦雅胡还透露，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密切战略沟通，这意味着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牵动更大范围地区安全格局。从当前局势来看，这场谈判更像是一场高风险试探。美方试图通过外交与军事双重施压，迫使伊朗让步，而伊朗则希望在保留和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争取制裁缓解与安全保障。双方立场差距依然明显。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整体安全格局也正变得更加脆弱。黎巴嫩、叙利亚、红海以及波斯湾局势仍存在多重不稳定因素，一旦美伊谈判破裂，区域冲突极可能迅速外溢，甚至引发连锁军事对抗。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